纳利纳岛啊，圣卡塔啦，圣卡塔利纳岛，哇，这不好念啊，又是一个翻译名称啊。卡特兰利纳岛、圣卡塔利纳岛都可以哈。那它这里长25公里，宽13公里，是加州海岸列岛当中的一个小岛峡岛啊。它的聚落也就是阿瓦罗，是最多人往来的港口之一啊。那它的第二大港口叫做 Two Harbor， 也是港口啊。岛屿这里的环境不错啊。我们现在呢就停的第一站就来到这个圣卡塔利纳岛，海岛的天堂，探险这个蔚蓝的海岸啊。进来到这一个整个圣卡塔利纳岛呢，让我们感受一下第一个停泊的岛屿啊。坐游轮啊，人家说啊，这游轮要准备啥？我告诉你啊，坐游轮要准备一个东西，什么东西啊？轻轻松松、快乐的心情啊，坐上游轮啊，这样就好了。喜欢海上活动的人来这边，还有很多的海上活动可以去体会到。另外一种氛围就是呢，不需要体会海上活动，你来这边就很简单，你来这边呢就单纯的享乐就好了，快乐就好了啊，就在这边漫步就好了。不去生海上活动，拢不要紧哦。像讲来海边啊，一定要玩海上活动。所以我讲哦，在加勒比海，当天的时阵真赞啊。像咱当天的时阵真赞啊，因为呢来到这袂介寒啊，气候真好啊哦。大家当这呢聊聊行，聊聊说哈，看看呢在加勒比海岛屿的沿岸带来的热情风格。这个地方啊，离 LA 很近啊，作为被称为叫做 LA 的后花园啊，那美国人的非常喜欢来这个地方，在这边度假，没有太多的城市的氛围喧嚣，它的压力啊，离 LA 真的不远啊。我们是坐船来啊，就感觉不一样，去开车来啊。那这种陆地与海岛的隔离啊，就把它跟海岛啊，把它跟陆地隔离开来嘛。啊，当然开车我都来啊。这阵啊来，好你感受着这个保持小岛特有的宁静跟安逸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在旅游的过程当中，你不一定感受到这个城市它是非常的先进，或者是这里拥有什么特别的东西。有时候在国外旅游，甚至在欧美国家旅游，享受到的就是你到了这个小岛、这个城市之后呢，一种宁静感，一种与世无争感，一种原始感，甚至一种没有太过商业化的感觉。这里的棕榈树、海天一线的风景、柔软的沙滩，人们在这边三三两两，穿双拖鞋，拖来拖来，行来行去啊！哇，那种感觉，是不是跟着我们自己生活的城市有那么一点点的不同啊？环境打理得很好，没有太多的垃圾，没有到处霓虹闪烁的招牌，人们彼此之间看到亲切的笑容，非常好的空气，非常好的气候，这就是度假的感觉啊！很多人把这里称为叫做西海岸的夏威夷啊，来到这里度假的人呢，都是这种感觉啊。所以呢，海岛游不再是想想而已啊，你就可以
来到这个地方。你知道 LA 的人是怎么来啊 ？LA 的人呢，他们来到这边呢，很简单啊，周末就可以来了啊，周末就可以来。他们这边有渡轮啊，或者是呢，你知道 LA 它附近有那种很短程的3天2夜的游轮呐啊，伊就会使坐游轮来遮尼算一下，啊无坐渡轮来遮嘛是会使，啊较有钱的，家己开船来啊。所以呢，卡塔利娜岛来这边呢，一切就有一个重点啊。LA 人把这边说成呢，他这里就有一个动作，最大功能是什么？它会让你远离忧愁啊！这个讲这句话真好啊！这个岛屿呢，它没有告诉你它多棒多美，而是告诉你你要远离忧愁吗？来圣卡塔利娜岛，那就对了。哎呀，这不容易了哈！这个非常好的一个广告词啊。但是这也是很现实事实的问题啊！人生当中你最好的旅游，有时候啊，就是你到了一个你从未去过的国家，或者是陌生的地方。那你呢，却发现了一种呢，在这个陌生甚至你没有来过的地方，发现了一种久违的感动，想象幻想中的感动，令人迷失的岛屿，纯净的迷失，更像是一座好像时光会在这个岛停下来，这就是度假的魅力啊！你看着游轮底下不加大家好像金鱼，对不对啊？好像金鱼哦，所以他在这边他的度假的风格非常非常的强烈，来到这，它又被称为呢拥有加州沿岸最美的人行步道小镇啊。像这个小镇啊，只能徒步、骑自行车，或者是呢你租一台高尔夫球车呢，来这边游览。这就证明了什么？这个小镇的生活非常的平和。那这个小镇呢当中呢，游览起来的氛围呢非常的棒，对不对啊？那沿岸呢，就看着这一个地方哦，然后呢，你也可以探掘神秘海岛背后的很多的故事。如果呢，很多的年轻人来到这边想要玩刺激一点，哦哟，这里应有尽有了。岛上的游览的水上滑翔伞呐、海岛探险呐、出海观海豚呐，拢有啊，什么拢有啊？咱真简单啊，咱真简单。咱今晚呢来坐这个潜水艇啊，来坐潜水艇呢，落海底内底哈，来去看卖啊，海底内底的世界。我都跟你讲嘛。袂晓游泳袂要紧啊，你嘛会使潜水落去看。觉得这种办潜水艇呢，是一个非常好的观光活动。哎呦，你看鱼啊，有坐甲坐啦，这是人饲的，还是正常的啊？啊，虽然弄个蛋呀，你个牵物件出去吃哦，不是咱牵的啊。这种办潜水艇呢，它会去投射饵料啊，让这些鱼群呢，它会呢去过来这些吃这些饵料啊。那大家可以很近距离的看得到啊。所以我说办潜水艇是一个非常棒的活动啊。对于不会潜水的人，他可以呢，免规身躯担担，你不用去考潜水执照，你就可以呢，轻轻松松，他们识得了好水啊，然后坐到潜水艇啊，来到上面看啊，看家里看吼，这鱼要有这无啊，但是鱼群会绕在那边，很多人有时候不了解，没有投饵啊，鱼饵啊，鱼饲料下去呢，好人家，这鱼你看，安尼射过来射过去。哎呦，你看看这个海底的自然生态有多么棒就好了啊！以前呢，10几年前呢，我相信呢，如果大家去谈环保啊，大部分的人民啊会很矫情啊，告诉你，那都过不好啊，你跟我谈环保，对不对啊？跟我谈环境保护哦，今嘛跟台湾人讲环保啊，现在已经大部分的人都有这个概念哦，知道要爱护生态啊。保护环境，所以时代的不同，人们的知识有没有会随着演变呢？改变也不同哦。大家那种对于环境保护的概念越来越强了啊。当然，欧美国家对这一块区域呢走向呢速度呢还是比我们快很多。但无论如何无所谓啊，只要有跟上脚步，总是好的开始。那我们来到了这一个小岛呢，其实很多连 LA 当地的居民都不太了解啊。他们常去这个岛，也不知道这个岛屿呢离自己的加州沿岸的这个 LA 非常非常的近啊。
所以来到这边呢，你可以选择坐船，有钱的甚至也有人坐直升机飞来这边啊，你有钱就知啊，坐直升机呢来到这边呢，你敢知影偌久啊？对 LA 它的直升机机场坐到这里敢知偌久？15分钟啊，15分钟就到啊！哦，这真正速度有紧嘛啊！所以这个海域呢，经常有海豚跟鲸鱼出没哦。所以有当下呢，你来看，伊这的生态环境真赞啊！咱坐半潜水艇，你讲我半潜水艇，该才看到鲸鱼，那看到就是你的福气啊，对不啊？鲸鱼它大只，可能比半潜水艇较大只。现在我们坐在这个半潜水艇啊，我们可能可以感受到的是很简单的，就是坐船啊，起来啊，看家的海底观光啊。但是你知道潜水艇之所以能够发展到今天呢，它有很多的特点。现在当然拿来我们看到的半潜艇当然是观光用啊，但是在最早以前呢，因为潜水艇能够利用水层的掩护进行的隐秘的活动，对敌方施展突袭，所以它的作战能力呢很厉害。而且它可以远离基地很长的时间呢，在大海洋区域呢，深入到这个敌对的那一方呢，去独立作战啊。所以潜水艇发展到今时今日呢，还是非常的重要。全世界能够自行自制并生产潜水艇的国家并不多，潜水艇的自卫能力比较差，缺少有效的对空观测手段跟对空的防御性武器啊，水下的通信联络也比较困难。不易实行这种双向即时远距离的通信啊，水下的高速航行的续航力呢也非常非常的有限哦，所以潜水艇需处于这个什么通气管航行有当时你看潜水艇吐一支在水面上但你吐出来个做搞文化还呢所以潜水艇呢加这特色啊，你敢知影潜水艇一般来讲相关的记录它可以藏在水里面多久？你知道吗？待在水里面那么可来核潜艇核子动力潜艇最高的记录呢，它可以达到了90天90天了。潜水艇不要小看这个潜水艇，它构造不容易它的操作系统、动力装置等等逃生设备太多了。而且呢，潜水艇的内壳跟外壳呢制作也很重要。为什么？因为它需要什么？它需要这个非常好的这个抗压力的这种材质呢，来去建造它潜艇的运动是改变潜艇的自身重量来实现的它有多个这个储水舱当潜艇要下潜的时候，对这个储水舱注水你无够重量，你无法度落这个你一定会使进水大于它的排水量潜水艇的落去。要浮开来的时候呢，你要往外排水使得潜艇的重量降低，小于它的排水量，潜艇的浮开来这可能很多人不了解。当然呢，今时今日的潜水艇呢，已经发展到了这种半潜艇的作用，观光价值，因为科技的发达嘛，这种半潜艇呢，现在呢非常具有观光价值近年来，邮轮之旅呢非常的风行，市场也越来越成熟。跟着初期，我们台湾对于邮轮市场的不了解，现在邮轮真的是非常的夯但是你知道吗？其实邮轮有很多的国际礼仪
这些国际礼仪呢，不管是从台湾在国外都一样哦，在旅游的时候呢，代表了自己的身份跟地位哦。那尽可能的我们就不要穿着一双短裤拖鞋哦，走到人家的游轮很多的自费餐厅啊，不要走去吃饭啊，比较不适合。或者是你跑去游泳哦，全身湿透透的，在那个甲板上走到人家那个大厅呢，把它当作像那个夏威夷的海滩旁边的穿比基尼在游轮上走啊，也是很少的哦。所以呢，一般来说，大型的游轮动辄2-3千人以上啊，所以人潮人流都会很多哦。有时候呢，在游轮上面呢，可能也会有等候的情况啊。那甚至呢，常常会做分流啊。什么叫做分流呢？人太多啊，客人太多了啊。那么怎么办呢？你看这艘游轮挤了那么多人嘛啊，那挤了那么多人的时候呢，人流这么多的情况之下呢，那就一定要怎么样做人流控管嘛。所以我们做游轮，我们有个概念哈，这个概念是什么呢？就像你坐飞机的道理是一样的。飞机在发餐时1.5对头前，5对后边来去发餐时嘛。所以呢，我们其实坐游轮的时候也是一样，游轮最常的就是遇到人流啊，非常非常多的人呢，在游轮上活动行动，所以有时候吃饭呢，难免呢就必须要排队，就会有你是第一梯次还是你是最后一个梯次。上下船也是一样，常常会排队啦，上下船啦。那老外在这一点通常呢，就是耐心都比较十足啊，愿意等待，也愿意接受天候啊天气因素的改变，使得游轮的航行呢难免会有缩减啊，或者是呢改变航向。也许原来要去的地方，因为风浪太大而就没有办法过去啊，所以这是常常我们会遇到的情况啊。因为呢，天气的那种气象是我们人类所无法控制的嘛啊，所以我觉得为什么在这个地方讲这一段？因为我会觉得看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有时候在旅游的时候，心态的架构非常重要。架构好的话呢，你在不管是在游轮在旅游上面呢，你的心境的保持呢就会非常的漂亮，非常的轻松，看什么事物都是美好的。那我们现在呢，还是一样呢。游完了半潜水艇之后呢，还是在圣卡塔利娜岛上面呢，继续呢懒的、慵懒的走在这个街道上。这个小镇没什么我就说过了，这个小镇没什么，它可以给你的最大的特色就是忘记烦恼啊。来到美国加勒比海这一块旅游区块，
近期来讲的话，我喜欢在旅游过程当中去聊聊当地不同的文化啊。邮轮绝对是美国人最爱的一种生活方式，但美国人没有你想象当中的有钱呢啊。美国人虽然民主，但美国人也没有你想象当中的民主无价，也是要被交紧啊，不可能啊。在台湾社会近年来啊，民粹主义呢发展的之吓人啊，几乎所有的谩骂、霸凌呢，在台湾的媒体文化是非常严重的。在美国虽然你自由，但大部分的美国人非常非常的尊重彼此之间的言论自由。我想不同的文化习惯以及价值观的确会造成生活选择上的不同。以美国来说好了，美国有很多的退休老人，他崇尚的是独立，不会依赖着子女，所以他不会跟儿女同住啊。其实真的你认真去看看不跟儿女同住的情况之下的好处是什么？你知道吗？好处是呢，不会那么多的争执啊，然后呢，比较顾得到彼此之间的生活品质啊。那你说，那没人叫狗被安怎？所以啊，年轻的时候就要学习的让自己独立、经济独立、生活独立，培养自己的兴趣跟想要做的事情嘛。我们抵达了墨西哥。墨西哥绝对堪称近年来最特别的一个地方啊！为什么？很多人对墨西哥非常的了解，不管从墨西哥的饮食各方面也好啊，它的大草帽、仙人掌等等啊。而墨西哥呢，对台湾来讲呢，却是一个我觉得非常特别的地方哦。你知道台湾跟墨西哥之间的经济往来有多么的频繁吗？但是这个国家在台湾人眼中来讲，除了观光之外，很多的东西是不太了解的，对吧？我们现在抵达了美丽的古老渔港恩森那连。当然，我们并没有进入到真正的墨西哥的大城市，它的玛雅文化当中，因为呢，坐邮轮嘛它走向的就是附近的边境的城市啊，边境的文化啦，对吧？但是呢，一样，你还是踏上了墨西哥这一块土地吧。而在这种它的边境地方，很特别是比较好进去啊，办签证也比较好办啊。你知道吗？哇，墨西哥的签证不太好办。你这很多人会讲说什么国家不是什么国家签证这歹办这么难办为什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其实越民主的国家，它给予我们办签证的方式越是方便然后经济比较没有那么发展的国家民主比较没有那么高的国家，它在签证上面就比较封闭因为他们不懂得开放签证的方便性，为他们自己的国库打开大门，让旅客啪啪啪的进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情况？这是我个人的观感。所以举凡我们去某一些国家比较共产的啦或者是说呢比较封闭的啦的国家，你就会发现也强景不盖合版谁在底下抽烟不是啦这不是在底下抽烟这是在墨西哥的恩森那连，不是墨西哥墨西哥的恩森那连底下呢有这个喷泉世界上仅有3个地方的这个喷泉而
拉普法多喷泉是第2大的海洋喷泉。嘿，你看看这一个边境的小岛上面，你会觉得没有什么？不，它拥有全世界3个地方才有的东西啊。那所以你不要以为底下有人在抽水烟啊。哇，好大一只老鼠，米老鼠吗？啊，没有啦，松鼠啊。还有你看看，他们这里的松鼠啊，有的那个毛啊，它的毛发跟亚洲的松鼠不太一样啊，还是花栗鼠啊，有没有？这个不太一样哦，看起来好像那个上美容院 set 过啊，碰碰啊呢，很可爱啊。我其实很喜欢松鼠啊。但是喜欢胖胖的松鼠啦啊，世界各地的松鼠还长得不太一样啊，有的松鼠呢那个毛发特别蓬啊，有的呢尾巴的毛特别长啊。我们抵达了墨西哥的恩森纳达都可以啊，每一个人对它的叫法不一样，反正都是翻译名称啊。恩森纳达啊，很多人说墨西哥治安败坏。很多人说墨西哥热情友善，那我要说，这个国家这2种都存在，对不对啊？都存在。很多人说欧美先进国家很棒，但是也有很多人说欧美先进国家小偷很多，对吧？啊，每一个国家原本就存在了2种不一样的情况啊。大船入港啊，咱就来看一下这个所在啊。其实这有真侪美国人哦，伊来这个所在佚佗。伊是安怎佚佗你知无？啊，因为这个坐游轮来到这，坐游轮来到这的时候，你囡仔就留伫船顶啊，你莫得来，啊大人都来佚佗。啊，你讲踮船顶有危险无？没，伊船顶有真侪囡仔的课，啊，这个囡仔会使上课啊，比如讲烹饪课啦，啊，才艺课啦，是安怎？因为你若甲囡仔讲吼，咱来看这个玛雅文化，你拜托的啊，家己的历史文化都看无啥会落去啊，搁要看外国人的文化啊，对你来讲呢？我当时囡仔是爱佚佗，这是真的哈。我们不一定哈，像大人一样啊。这小孩子不能用大人的思考去思考小孩子，所以欧美人是特别喜欢这样子啊，带着小朋友，让小朋友在游轮上，你不要小看那个游轮啊，那个游轮上面呢，尤其是像这种加勒比海游轮啊、欧洲的游轮啊，这种游轮它是吸引全世界各地的人来到你这边搭乘游轮的。真的，所以你在这个游轮上面呢，你可以看得到各个国家的人啊，欧洲人啊、美国人啊、南美啦、哪一个国家都有哦。跟台湾的游轮不太一样，台湾如果你说是从基隆港发船的游轮，它很大部分都是台湾自己本国的人啊，哦，比较多的部分啊。那跟着这个欧美国家的游轮不太一样，欧美国家上面就像这个就像联合国一样啊，所以呢，这个你上去的时候呢，很多小朋友就可以在上面呢跟各个国家不同的小孩子玩哦，不要以为玩没什么，玩还可以拓展国际视野的。
那我们从下船的时候就可以马上感受到墨西哥的热情。那我们走进来之后呢，从刚刚看到了这个海底的间歇泉啊，接下来呢，我们呢就开始沿着路啊，这家我们还有安排路上的活动哦，恩森纳连、纳达都可以啊，太平洋沿岸啊，那也是加勒比海邮轮走到了这一块区域啊，我们来到另外一个地方啊。这里呢，也是另外一个非常美丽的景点。现在来到这个美丽的古老渔港恩森纳连，我们走进了它的城市中心，来看看墨西哥的文化。恩森纳达都可以啊，它就在 California 州的，是墨西哥下 California 州啊，什么意思呢？它是墨西哥面对太平洋的一个渔港啊。如果我们大家对地理位置了解的话，其实呢，墨西哥跟加州啊是连在一起的啊，就同一块土地上面啊。那恩森纳达呢是在墨西哥下California 啊。加利福尼亚都可以啊，第3大城市啊。那它是一个深水港，当然啦，没有深水港，邮轮怎么停啊？在航行当中呢，非常非常小的一个城市啊。这个地方，以拉普法多拉海水喷泉啊，而大大的吸引了非常多的游客。这附近2面环山，在这个区块以出产红酒著名，又有墨西哥的军事基地啊。近年来啊，墨西哥政府也知道，游客很喜欢来这边啊，大张旗鼓的在发展这个地方啊。而这个地方被称为世界黄尾蝶鱼之都，在这里的海港，这里的渔民呢，这个渔民听了可能会很高兴哦，可以捕获超过90种鱼类啊。尾鱼啦、虾啦、龙虾啦、鲍鱼啦、沙丁啦、金鱼啦，他们家拢有。加这个2个村，佮上到东亚去吼，你就知道这里海港、这里海口，伊的渔获量偌大啊！所以你看哈，伊这清水港啊，所以很接近了。你看我们的车子开到这里有没有啊？这个港口古老的渔港跟这个邮轮之间呢是合为一体的啊。有的邮轮停靠的地方会离城市中心很远啊，有的呢就离得很近啊。
Christmas 的感觉很强哦，圣诞树哦。The moment you've been waiting for. It is time. Ladies and gentlemen, can I have a drum roll, please? And Carnival's newest eggshell, beautiful ship will be named the Carnival Mardi Gras! Ladies and gentlemen, that's right! Carnival's newest ship on the block will be called the Mardi Gras! Make some noise, everybody! It's a Mardi Gras! This is amazing! This is amazing, that's right! Oh my goodness!我们这一趟美墨邮轮，希望你会喜欢。我们不定时推出的美墨邮轮，希望大家能够再次相聚，再来看看哦。